這裡不是極地，也不是外星球，這裡是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的青藏高原。這裡被稱為世界的屋脊，也被稱為生命的禁區。在這裡，氧氣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，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和死神進行微小的博弈。這裡的水永遠燒不開，這裡的風能像刀子一樣割開皮膚。但正是這片對肉體極度殘忍的土地，卻承載着人類最極致的信仰和最令人戰慄的風景。有人說，西藏是靈魂的最後歸宿，也有人說，這裡隱藏着史前文明的秘密入口。接下來的50分鐘，請拋棄你所有的常識，我將帶你撥開那些網紅濾鏡，去觸碰這片土地最野性、最危險，也最令人窒息的10個地方。我們將從第10名倒數到第1名，直到你徹底懷疑這一路的所見所聞。這裡是愛旅遊頻道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。如果你有想看的內容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。今天愛旅遊為您盤點西藏必去的10大景點，讓您在規劃旅行時有更明確的方向。第10名，大昭寺。如果說布達拉宮是西藏高高在上的頭顱，俯瞰着芸芸眾生，那麼排在第10位的這個地方，就是西藏那顆滾燙的，甚至帶着痛感的心臟——大昭寺。很多遊客來到拉薩，只會哪怕是遠遠地看一眼它的金頂，拍張照片就匆匆離去。但如果你真的想讀懂西藏，我請你低下頭看一看大昭寺門前的那幾塊青石板。請仔細看，這些石板並不是被機器打磨得光滑如鏡的，也不是被雨水冲刷成這樣的。它們表面的每一道光澤，每一個凹陷，都是被人的皮膚、肌肉和骨骼在長達1300年的時間裡生生磨平的。這是一種什麼概念？在過去的10幾個世紀裡，無數人用身體作為尺子，一步一顆頭，用額頭撞擊地面，用手掌摩擦石頭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軀，硬生生地把粗糙的岩石打磨成了鏡子。這就是大昭寺給你的第一重衝擊。在這裡，信仰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，它是膝蓋上永遠好不了的淤青，是額頭上厚厚的老繭，是那一塊塊甚至能照出人影的石頭。為什么？為什麼他們要如此瘋狂？因為大昭寺裡供奉着一尊全宇宙絕無仅有的佛像——釋迦牟尼12歲等身金像。在佛教的信仰體系裡，這尊佛像被認為是由佛陀親自開光，看到這尊像就等同於看到了2500年前佛陀本人。為了這一眼，有人從幾千公里外的四川、青海或者甘肅出發。他們沒有車，沒有足夠的錢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身體。3步一磕，五體投地。你需要磕幾十萬個長頭，歷時1年、2年甚至3年才能到達這裡。你可以想象嗎？在零下20度的暴風雪中，在烈日暴曬的無人區裡，他們就這樣機械地重複着五體投地的動作。很多人倒在了路上，把屍骨留在了荒野，把靈魂寄托給了風。而那些幸存下來的人，當他們終於爬到大昭寺門口，看到那尊佛像時，他們不會歡呼，只會痛哭流涕。那種場面，即使是再堅定的无神論者，也會被那種人類精神力量的極致爆發所震撼。關於大昭寺的建立，還有一個近乎魔幻的傳說。相傳，在1300年前，現在的拉薩城還是一片荒蕪的沼澤地。在風水學上，這片地形被認為是一個仰臥的羅剎女魔鬼。為了鎮壓這個魔女，文成公主經過精密的推演，決定填湖建寺，用大昭寺作為一枚巨大的鎮魔釘，釘在魔女的心臟位置。所以，拉薩這個名字在古藏語裡原本的意思是羊土。因為當年是靠成千上萬只山羊背着泥土填平了沼澤。這座城市是建立在羊背上的奇蹟，也是建立在鎮壓妖魔的傳說之上。當你真正走進大昭寺內部，你會聞到一股極其複雜的味道，那是混合了數千盞常年不滅的酥油燈、燃燒的藏香、陳年的木頭以及無數朝聖者身上汗水的味道。
這不僅僅是氣味，這是歲月的包漿。如果你仔細觀察大昭寺的柱子，你或許會發現更令人毛骨悚然卻又感動的一幕。在那些柱子的縫隙裡，塞滿了一顆顆人類的牙齒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是牙齒。那些死在朝聖路上的信徒，他們無法親自到達終點，他們的親人或者同伴會敲下死者的一顆牙齒，帶着他繼續上路。當最終到達大昭寺時，他們會把這顆牙齒塞進大殿的柱子裡。他們相信，這樣一來，逝者的靈魂就能永遠留在這離佛最近的地方，日夜聆聽诵經聲。在這個空間裡，生與死的界限變得極其模糊。你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座寺廟，你看到的是無數個渴望解脫的靈魂和人類在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裡，為了尋找精神寄託所能付出的最大代價。第9名，羊卓雍措。看過了心臟，我們再來看看西藏的血液。排名第9的是被稱為天上仙境、人間羊湖的羊卓雍措。請盯着畫面中這片藍色，這不是大海，這是海拔4441米的高原湖泊。如果說其他的湖泊是像鏡子一樣平靜，那麼羊卓雍措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塊巨大的流動的藍寶石。它的形狀極其怪異，不像通常的湖泊那樣圓潤，而是像珊瑚枝一樣瘋狂地蜿蜒在群山之間。即使你站在最高的山頂，你也无法一眼看全它的全貌。在西藏有3大聖湖，羊卓雍措是其中最特別的一個。藏族人流傳着一句古老的話：羊湖哭，西藏亡。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個可怕的詛咒，但也道出了羊湖对于這片土地的重要性。它不僅僅是風景，它是西藏的生命維持系統。羊卓雍措是一個巨大的內陸湖，它的蓄水量達到了驚人的1萬噸。最詭異的是，它是一個沒有出水口的湖，這就帶來了一個科學上的謎題：數萬年來，冰雪融水不斷注入，卻沒有河流流出。按理說，湖水應該會溢出來，或者因為蒸發而乾涸。但羊卓雍措卻奇蹟般地保持着一種微妙的動態平衡。它就像一個有生命的巨大容器，在呼吸，在自我調節。當你站在岡巴拉山口俯瞰羊湖時，你會發現它的顏色是不真實的，那不是單一的藍，而是一種分層的迷幻的色調。在陽光的不同角度照射下，它會呈現出深藍、淺藍、翠綠甚至墨綠。這種顏色的變化來源於湖水中特殊的礦物質含量和光線的折射，但在當地人的傳說中，這是神女的情緒變化。相傳，羊卓雍措是龍女的化身，是神女散落在人間的綠松石耳墜。如果你長時間盯着湖面看，你會產生一種眩暈感，仿佛湖底有一雙眼睛，正穿透深邃的湖水在注視着你。羊卓雍措的聖還在於它的功能，這裡是尋找轉世靈童的必經之地。每當有高僧大德圓寂，需要尋找下一任轉世靈童時，高僧們會來到羊湖邊，通過觀看湖面的倒影和波紋來獲得神諭，指引靈童出生的方向。這給這座美麗的湖泊蒙上了一層更加神秘的宗教色彩。它不僅是水，它是一面可以預知未來的鏡子。但是羊卓雍措的美也是帶着刺的。這裡海拔接近4500米，比拉薩還要高出近1000米。很多遊客在拉薩感覺良好，一到羊湖就立刻高反倒下。這裡的美景是需要你付出代價的。走在湖邊，你會看到許多堆起來的石堆，那叫瑪尼堆。每一塊石頭都代表着一個祈願。甚至你會看到有人把全家人的名字寫在石頭上，放在湖邊。因为藏族人相信羊湖的水具有洗淨一切罪孽的力量。如果你足夠幸運，或者說足夠虔誠，繞着羊湖轉上一圈，這需要大約1個月的時間，據說可以洗清這一世所有的罪孽。雖然對於我們普通遊客來說，轉湖不太現實，但哪怕只是坐在湖邊發呆10分鐘，
看着那藍的不真實的湖水，聽着風吹過經幡的聲音，你也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。那種寧靜不是周圍沒有聲音，而是你心裡的噪音突然消失了。楊卓雍措，他用一種近乎妖豔的藍掩蓋了高原的殘酷。它是神的耳墜，也是凡人洗滌靈魂的聖水。第8名，納木錯。告別了楊卓雍措的嫵媚，我們繼續向北，去觸摸一個更加狂野、更加讓人敬畏的名字——納木錯。排在第8位的他，有一個令人戰慄的稱號——天湖。如果說陽湖還在人間，那麼納木錯已經是在天堂的門口了。這裡的海拔高達4718米，比拉薩還要高出整整1000多米。這是什麼概念？意味着這裡的空氣含氧量甚至不到海平面的一半。在這裡，每走一步，心臟都會在胸腔裡劇烈跳動，仿佛在提醒你，作為一個凡人，你已經闖入了神的領地。納木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鹹水湖。請注意，是鹹水。在離海幾千公里的高原腹地，在離天空最近的地方，竟然蕩漾着一片鹹色的海。這本身就是地質學上的一首史詩。幾億年前，這裡曾是波濤洶湧的特提斯谷海，隨着喜馬拉雅造山運動的劇烈抬升，海水被封印在了群山之巔，化作了這滴神靈的眼淚。當你站在納木錯的岸邊，你會產生一種極其荒謬的視覺錯覺，你會覺得湖面似乎比你站立的地面還要高，仿佛這巨大的水體是懸掛在半空中的，隨時可能傾瀉而下，淹沒整個世界。頭頂的雲層壓得極低，低到你覺得伸手就能扯下一塊。這種天低無處、眼空無物的壓迫感，是任何其他湖泊都無法給予的。而在納木錯的北岸，曾經隱藏着一個驚世駭俗的秘境——聖象天門。雖然後來因為保護生態而關閉，但它的傳說依然在江湖流傳。那是一只天然形成的巨大石像，長鼻吸水，身體卻隱沒在山崖之中。在石像的身體和鼻子之間，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石門。透過這道門，你看到的是納木錯最純粹的藍和遠處終年積雪的念青唐古拉主峰。傳說中，那是通往極樂世界的入口。站在那裡，你面對的不僅是風景，而是一種終極的審判感。關於納木錯，還有一個淒美的愛情傳說。在藏族的神話裡，納木錯是念青唐古拉山的妻子。這對神仙眷侶，一個化作巍峨的雪山，一個化作浩瀚的湖泊，千萬年來相依相守。念青唐古拉雪山的冰川融水，源源不斷地注入納木錯，就像是丈夫對妻子無盡的滋養。但是納木錯的脾氣並不總是溫柔的。如果你在冬天來到這裡，你將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暴虐的世界。狂風捲起幾米高的冰浪，拍打在岸邊的岩石上，瞬間凍結成猙獰的冰雕。湖面結冰時會發出雷鳴般的斷裂聲，那是天湖在夜裡的咆哮。在藏曆羊年，這裡會迎來無數的轉湖人，因為傳說在這一年轉湖一圈，功德是平時的10萬倍。你可以看到那些信徒背着乾糧，忍受着極寒和缺氧，一步步丈量着這幾百公里的湖岸線。排在第8位，納木錯。它不僅是一片湖，它是懸在頭頂的深淵，是雪山的情人，也是凡人挑戰高原極限的試煉場。第7名，雅魯藏布大峽谷。如果說珠穆朗瑪峰代表了地球向上的高度，那麼排在第7位的這個地方，則代表了地球向下撕裂的深度。歡迎來到雅魯藏布大峽谷，地球上最深的傷痕。請忘掉你對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印象。雅魯藏布大峽谷的最深處達到了驚人的6009米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如果你把整個歐洲最高的山峰勃朗峰扔進去，它甚至連峽谷的邊緣都摸不到，哪怕把日本的富士山填進去，上面還能再疊一座山。這裡是地球上最厚的秘境，
也是人類極少數至今無法完全征服的空白地帶。大峽谷最震撼的一幕發生在大拐彎，奔騰的雅魯藏布江一路向東咆哮，卻在這裡突然遭遇了南迦巴瓦峰的阻擋。江水憤怒地轉身，圍繞着神山做了一個180度的馬蹄形大轉彎，硬生生地切開了喜馬拉雅山脈，向南奔流入海。這一轉，切出了世界上最壯麗的水能寶庫，也切出了一個地質學的奇蹟。這裡的地貌極其恐怖且迷人，短短幾十公里的距離內，海拔從幾百米的熱帶雨林垂直上升到7782米的冰雪荒原。你可以站在同一個地方，抬頭看是極地冰川，低頭看是芭蕉樹和飛舞的鸚鵡。這叫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。這種劇烈的垂直反差，在全世界絕無僅有。但是大峽谷的深處是真正的禁區，那裡有着被稱為魔鬼水的激流，江水撞擊岩石的聲音如同雷鳴，能震碎人的膽量。這裡還有着讓探險家聞風喪膽的吸血螞蟥、劇毒的昆蟲和充滿了瘴氣的原始森林。在過去的1個世紀裡，無數探險家試圖徒步穿越大峽谷的核心無人區，但很多人再也沒有走出來。這裡還流傳着一個關於隱藏的瀑布的傳說。在上世紀初，英國探險家曾聲稱在峽谷深處發現了一個高達30多米的巨大彩虹瀑布，那是通往傳說中香格里拉或者貝依庫、貝友藏傳佛教中的隱秘聖地的入口。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，這個瀑布神奇地消失了，直到1998年，中國科考隊才揭開了謎底。原來是因為地質運動，瀑布的岩體崩塌了。但即便如此，大峽谷深處依然充滿了未解之謎。當地的獵人說，在那些雲霧終年不散的深谷裡，生活着未知的野獸，甚至有關於野人的目擊傳說。當你站在色季拉山口或者大峽谷的觀景台，看着那條碧綠的江水像一條巨龍一樣被鎖在深淵之中，看着兩岸刀削斧劈般的絕壁，你會感到一種從脊椎升起的寒意。那不是冷，那是對大自然狂暴力量的本能恐懼。雅魯藏布大峽谷，它是地球的裂縫，是水與山最慘烈的戰爭現場。它提醒着我們，在這顆星球上依然有由自然主宰、人類無法染指的絕對荒野。第6名，布達拉宮。看完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排在第6位的是人類在這片荒原上創造的奇蹟。它是西藏的符號，是拉薩的靈魂，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宮殿——布達拉宮。但是，請不要把它僅僅看作一個旅遊景點，這是一個用黃金、寶石和信仰堆砌起來的巨大迷宮，一個隱藏着無數秘密的紅山之巔。首先，讓我們來談談財富。在西藏流傳着這樣一句話：布達拉宮的屋頂是金子做的，但屋頂下的東西比金子還要貴。這句話一點都不誇張。如果你走進宮殿深處，你會看到歷代達賴喇嘛的靈塔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座使用了3721公斤的純金包裹，塔身上鑲嵌了15000多顆各種寶石、鑽石、紅寶石、綠松石、珍珠、瑪瑙。有人粗略估算過，如果把布達拉宮裡所有的黃金全部融化，足夠鋪滿半個拉薩城。在這裡，黃金不再是貨幣，它只是一種建築材料，一種用來表達敬畏的裝飾品。這種極度的奢華，在全世界任何一個皇宮面前都毫不遜色，甚至更加令人啧舌，因為它存在於一個物質極其匱乏的高原之上。其次是這座建築本身的詭異。布達拉宮高117米，相當於40層樓高，但它是一座沒有一顆釘子的建築。它的牆體厚度驚人，最厚的地方達到了5米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這紅色的牆體其實是甜的。是的，你沒聽錯。在修建紅宮的時候，為了增加牆體的粘合度和韌性，工匠們在灰漿裡加入了大量的牛奶、紅糖、蜂蜜，甚至是珍貴的藏紅花。這讓布達拉宮成為了世界上最香甜的建築。
但也因為這獨特的配方，這裡的牆皮成了無數螞蟻和昆蟲的盛宴。你在牆上看到的那些斑駁的痕跡，是幾百年來甜蜜的代價。但布達拉宮最讓人感到壓迫的是它的深不可測。這不僅是一座宮殿，更是一個巨大的立體迷宮。它擁有2000多個房間，但對遊客開放的僅僅是冰山一角。傳說在布達拉宮的地基之下，有一個通往地心的深淵。布達拉宮所在的這座山叫紅山，在古老的傳說中，紅山下面壓着一個巨大的毒瘤，或者說是通往地獄的入口。布達拉宮就是那個鎮壓入口的法器。而在宮殿的最深處，有一口名為地宮的深井，據說深不見底，直通拉薩河的河底，那是為了在被圍困時取水用的，但也隱藏着無數不見天日的秘密。走進布達拉宮內部，你會立刻感到一種強烈的空間壓縮感。狹窄陡峭的樓梯，幽暗的酥油燈光，四面八方都是憤怒或慈悲的神像。在這裡，現代文明的痕跡被完全抹去，空氣中漂浮着幾百年的塵埃，你的每一次腳步聲都會在厚重的牆壁間回盪。它像一隻巨大的紅白相間的鷹，盤踞在拉薩的制高點。白天，它在陽光下金光閃閃，神聖不可侵犯；夜晚，當燈光亮起，它又像是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幽靈城堡，冷冷地注視着這座城市的慾望與變遷。第6名，布達拉宮。它是財富的巔峰，也是權力的迷宮。它用黃金鑄造了外殼，卻用神秘填滿了內核。第5名，珠穆朗瑪峰大本營。告別了人間權力的巔峰，我們將去往地球物理高度的巔峰。排在第5位的是無數人夢寐以求卻又不敢輕易觸碰的聖地——珠穆朗瑪峰大本營。這裡海拔5200米。雖然它還不是峰頂，但站在這裡，你已經是站在了大多數生命的禁區邊緣。當你真正站在大本營，仰望那座海拔8848.86米的主峰時，你會發現，真實的珠峰並不像照片裡那樣唯美。它像一座巨大的黑色的金字塔，冷酷地矗立在群山之中。山頂上終年掛着一面奇雲，那不是雲，那是被12級甚至更強的颶風吹起的冰雪粉末。珠穆朗瑪在藏語裡意為大地之母，但對於登山者來說，這位母親有時候是極其殘忍的。為什麼我要把珠峰排在第5名？不僅僅是因為它的高，而是因為它是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墳場之一。你知道嗎？在通往峰頂的路上，長眠着300多具屍體。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帶，空氣極其稀薄，人類的身體會開始自我消耗，無法產生熱量。一旦你在那裡倒下，就再也起不來了。由於極度的高寒和運輸屍體的巨大風險，甚至可能搭上救援者的性命，絕大多數遇難者的屍體都被留在了山上。他們保持着死前蜷縮、掙扎的姿勢，被風雪凍成了永恆的雕塑。其中最著名的綠靴子，曾是一具印度登山者的遺體，他在岩石下躲避暴風雪時死去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他那雙鮮豔的綠色登山靴成為了所有登頂者必須跨過的路標。每當登山者看到他，就知道自己距離頂峰還有多遠，也提醒着自己死神就在身旁。還有睡美人，一位死前苦苦哀求不要被丟下的美国女登山家，最終也只能孤獨地躺在冰雪中，成為了路標。站在珠峰大本營，你看到的不僅僅是風景，你面對的是人類的虛榮與大自然的冷漠之間的碰撞。每年都有無數人花費數萬美元，冒着截肢甚至喪命的風險，只為了在那小小的山頂站上幾分鐘。在這裡，金錢失效了，社會地位失效了。無論你是億萬富翁還是普通向導，在缺氧和暴風雪面前，生命是絕對平等的。大本營還有一種特殊的聲音，那不是人聲，是冰川撕裂的聲音，是風撞擊帳篷的聲音。在這裡的夜晚，星空亮得讓人害怕，
銀河清晰的仿佛就在頭頂流淌。你會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，渺小到連宇宙的一粒塵埃都不如。珠峰大本營，它是一道門檻，跨過它就是神界，也是鬼門關。它是地球的第3極，是人類勇氣與愚蠢共存的紀念碑。第4名，南迦巴瓦峰。離開死亡地帶的珠峰，我們把目光轉向藏東南。在這裡矗立着一座比珠峰更難以捉摸、更具傳奇色彩的山峰。它是中國最美雪山的榜首，也是無數攝影師一生的遺憾。排在第4位，南迦巴瓦峰。在藏語裡，南迦巴瓦有一個令人膽寒的名字，直刺天空的長矛，或者雷電如火燃燒。當你真正看到它的那一刻，你會明白這個名字是多麼的精準。不同於其他雪山的雄浑敦實，南迦巴瓦的主峰像是一把刚刚出鞘的利刃，帶着一種極具攻擊性的銳度，幾乎是以90度的姿態狠狠地刺破了蒼穹。但是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機會看到這把長矛。它是西藏最害羞的雪山，終年雲遮霧繞。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在這裡被高山阻擋，形成了厚重的雲牆。一年365天裡，它能完全露出真容的日子，平均下來只有幾十天，甚至更少。在攝影圈流傳着一句話：10人9不遇。哪怕你在山腳下守候了1個月，可能看到的依然只是一片白茫茫的霧氣。正因為如此，南迦巴瓦的每一次露面都被視為一種神蹟，一種巨大的福報。傳說中，只有心地最純淨或者運氣最好的人才能有幸目睹它的全貌。如果你能看到南迦巴瓦的真容，那麼這一整年的好運都將屬於你。這讓看山變成了一種賭博，一種對宿命的試探。關於這座山，還有一個殘酷的兄弟相殘的神話。相傳南迦巴瓦和他的兄弟加拉白壘峰原本是2座神山。加拉白壘因為長得更高，遭到了南迦巴瓦的嫉妒。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南迦巴瓦揮刀砍下了兄弟的頭顱，於是加拉白壘峰至今都是圓頂，因為頭被砍了。而南迦巴瓦因為背負了殺戮的罪孽，羞愧難當，所以終年躲在雲霧之後，不敢見人。這個傳說給這座山蒙上了一層陰暗而暴力的色彩。而當你站在色季拉山口，如果足夠幸運，能夠等到雲開霧散的那一刻，你會看到此生最震撼的畫面日照金山。當夕陽的最後一縷光線打在7782米的主峰之巔，那把冰冷的長矛瞬間變成了燃燒的黃金。金色的光芒在深藍色的天幕下顯得如此耀眼，仿佛是天神點燃了火炬。在那短短的幾分鐘裡，周圍的一切都黯然失色，整個世界只剩下那一抹驚心動魄的紅。南迦巴瓦峰巨大的垂直落差也是世界罕見的，它的腳下是海拔僅幾百米的雅魯藏布江，而頭頂卻是7000多米的冰封世界。這種極度的反差構成了地球上最壯麗的垂直生態剖面。它是美麗的，也是高傲的。它不輕易示人，但只要你看過一眼，那種鋒利的美就會像刀子一樣刻在你的記憶裡，永不癒合。第3名，岡仁波齊。進入前3名，我們開始真正觸碰超自然的領域。在這個星球上，沒有任何一座山能像它一樣，同時被4個宗教——佛教、印度教、本教、耆那教尊奉為世界的中心。排在第3位，萬山之王岡仁波齊。請仔細審視它的形狀，它完全不像是自然地質運動隨機形成的產物，它像是一座被神級文明精確切割過的金字塔，或者說一顆巨大的鑽石。它的4壁對着正南、正北、正東、正西，精準的讓人毛骨悚然。它的山頂是圓潤的，像一個巨大的穹頂，覆蓋着終年不化的白雪。而在它的南面，由於岩層的斷裂和冰雪的堆積，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縱向溝槽和一道橫向岩層，
在視覺上構成了一個巨大的佛教萬字符萬。這是佛祖胸前的印記，代表着永恆與神聖。大自然竟然在6600多米的高空刻下了這個符號，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解釋的奇蹟。而在它的背面，情況則完全相反。那裡的積雪極少，裸露的黑色岩石即使在暴雪天氣也往往不存雪。這種向陽面積雪、背陰面無雪的反常現象，更是給岡仁波齊增添了神秘感。至今為止，岡仁波齊是極少數未被人類登頂的處女峰之一。這並不是因為它的高度6656米難以企及，而是因為它是絕對的禁地。它是濕婆神的居所，是聖樂金剛的宮殿。在上世紀，著名的登山皇帝梅斯納爾在獲得攀登許可後，最終選擇了放棄。他說，這座山不應該被征服，如果攀登它，就是在踐踏全人類的信仰。關於岡仁波齊，流傳着太多無法用科學解釋的現象。傳說在神山周圍，時間的流逝速度與外界不同。很多轉山的朝聖者發現，在這裡停留短短幾天，指甲和頭髮的生長速度會比平時快很多倍。有人說，這是因為這裡是地球的能量漩渦，是通往高維空間的星門。在神山的腳下，是兩個顏色截然不同的湖泊，一個是聖湖馬旁雍措，湖水清澈甘甜，而僅僅一路之隔的鬼湖拉昂措卻是湖水漆黑，寸草不生。這一聖一鬼，一正一邪，就像太極圖一樣，守護着神山。對於信徒來說，岡仁波齊是終極的解脫之地。藏族人相信，圍繞神山轉一圈，可以洗清一生的罪孽；轉10圈，可以在500次輪迴中免受地獄之苦；轉108圈，就可以即身成佛。你可以看到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，他們在稀薄的空氣中，沿着52公里的轉山路艱難前行。這不僅僅是一次徒步，這是一次生與死的輪迴演習。在卓瑪拉山口，海拔5600米的地方，布滿了信徒們留下的衣物、頭髮，甚至牙齒。這象徵着一次死亡，他們拋棄了舊的肉體，以新生的靈魂走下神山。當你凝視岡仁波齊那金字塔般的塔頂時，你會感到一種來自宇宙深處的注視。它太完美，太神秘，以至於讓你懷疑，這真的是地球的產物嗎？還是某種史前文明，甚至是地外文明留下的能量塔，用來維持這個星球的平衡？岡仁波齊，它超越了地理，超越了宗教。它是地球這顆行星上最接近神的地方。第2名，來古冰川。如果說神山代表了西藏的剛硬，那麼排在第2位的這個地方，則代表了西藏最冷酷、最妖豔的柔情。歡迎來到冰河世紀的遺址來古冰川。請把你的屏幕亮度調到最高，仔細看着畫面中的顏色。這種藍不是天空的藍，不是大海的藍，它深邃、幽暗，帶着一種近乎放射性的詭異感。這是藍冰。為什麼我要把它排在第2位？因為站在來古冰川的冰牆面前，你會產生一种強烈的空間錯亂感。這裡不是地球，這裡是星際穿越裡的曼恩星球，或者是幾十億年前被凍結的火星。來古冰川並不是單獨的一條冰川，它是世界3大冰川之一。美西冰川的源頭是一個巨大的冰川群。你可以走到巨大的冰牆腳下，伸手觸摸那寒冷的冰面。請記住，你指尖觸碰到的不是昨天的水，而是幾萬年甚至幾十萬年前的雪。這裡的冰之所以是藍色的，是因為它們經過了漫長歲月的積壓，冰層裡的氣泡被擠壓排出，冰變得極其致密。當陽光照射進來，光譜中波長較長的紅光橙光被吸收，唯有波長較短的藍光被散射出來。這是一種物理学的奇蹟，是时光被物理擠壓後的顏色。走進巨大的藍冰洞，就像進入了一顆巨大的藍寶石內部。頭頂是半透明的晶體，腳下是深不見底的暗流。
你會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，咔嚓咔嚓，那是冰川在移動，在斷裂，在呼吸。這種聲音會讓你毛骨悚然，因為它提醒你，這巨大的冰體是活的，它隨時可能崩塌，將闖入者永遠封印。在冰層深處，封印着遠古的秘密。科學家們在這些古老的冰川中，發現了從未見過的遠古病毒、花粉，甚至史前生物的殘骸。它們被凍結在時光裡，靜靜地等待着甦醒的那一天。看着那些冰層裡被定格的氣泡，你會想，那一刻的地球是什麼樣子的？来古冰川的美，帶有一種末世的凄涼感。隨着全球變暖，這些存在了萬年的藍冰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融。也許在幾十年後，這份名單上的第2名將不復存在，只留下一片碎石灘。這是一種正在消失的絕景。它用一種極其高冷的姿態，向人類展示着地球曾經的樣子，那個沒有喧囂、沒有污染，只有純粹的寒冷與寂靜的洪荒時代。第1名，薩普神山。終於，我們來到了榜單的頂點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它籍籍無名，隱匿在藏北比如縣的深山之中，連很多老西藏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但是，當第1張關於它的照片流傳出來時，整個探險界和攝影界都炸鍋了。人們不敢相信，世界上竟然有長得這麼假的山。它是西藏顏值的絕對天花板，是完美的代名詞。第1名，薩普神山。請看主峰的形狀。絕大多數雪山是雄偉的、連綿的、不規則的，但薩普它是一個完美的、標準的、銳利到極致的等腰三角形。它就像是上帝用一把巨大的三角尺在天空中畫出來的。那種幾何學的精密感，完全違背了自然界混沌的規律。它太完美了，完美的像是一個電腦建模渲染出来的 bug， 完美的让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。薩普神山不僅僅是一座山，它是一個家族。最高大的那座等腰三角形是薩普，是家族的父親。在他的旁邊，稍微矮一點但同樣尖銳的是他的妻子。在兩旁是他們的兒子和女兒。而在這一家人的右側，還有一座私生子山。這不僅是地質奇觀，這是大自然上演的一出倫理劇。但我把你帶到這裡，不僅是為了看山，更是為了看那一幕極具衝擊力的畫面：冰川墜湖。薩普神山的腳下是一個巨大的冰川湖泊薩木錯，神山的冰舌懸掛在半空，直接斷裂墜入湖中。如果在夏天來到這裡，你會聽到如雷鳴般的巨響。巨大的冰體從1000米高空崩塌，砸入綠松石般的湖水中，激起幾十米高的巨浪。巨大的浮冰像航母一樣漂浮在湖面上，而背景就是那座冷峻的如金字塔般的薩普主峰。這種畫面包含了你對風景2字所有的幻想：雪山、冰川、聖湖、草甸、野花，以及那種讓人窒息的壓迫感。為什麼薩普是第1名？因為它是視覺暴力的極致。在珠峰，你被高度震撼；在冈仁波齊，你被神性震撼；但在薩普，你會被那種純粹的形式美徹底征服。它不需要任何傳說來加持，它光是站在那裡，就足以證明造物主的偏心。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球的地方。看着它倒映在水中的銳利倒影，你會明白，原來自然界真的存在完美。我們走過了大昭寺的血肉石板，看過了羊卓雍措的魔幻藍，穿越了雅魯藏布的深淵，也仰望了薩普神山的完美幾何。這10個地方，每一個都是大自然給人類出的一道謎題。它們美麗、危險、冷酷、神聖。西藏從來不是一個治癒的地方，它是一面鏡子。在稀薄的空氣中，在極致的風景前，它剝離了你身上所有的社會屬性，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生命。你看到了世界的巨大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。這10個神蹟，
或許我們窮盡一生也無法全部抵達。但只要看過一眼，那顆種子就已經種下。因為正如那句老話所說，西藏是一種毒，只有去過的人才懂。關注我，我是愛旅遊，帶你探索地球的每一個角落。